水秀刚死了丈夫，就傍上了村长，一大早就来到村长家。之所以这么早，是想打探昨天晚上村长家里发出让人脸红的声音出自哪里。水秀18岁就跟着满贵，最后俩人没能走到一起。丈夫死后，两人旧情复燃，逼走了满贵媳妇。水秀来到满贵家，结果眼前的一幕让她无法接受。大哥，那我先走了。看着头发凌乱的平儿，水秀联想到昨晚的声音，可想两人的激烈程度，回想自己和满贵在一起很多次，也没能把头发折腾得这般凌乱。看着脸色不自然的平儿，水秀坐实了自己的猜测。平儿趁着司机尿尿的时候，偷偷跳下车，来到了不知名的山村。她全然不知，接下来从一个火坑里跳到了另一个火坑。如果婆婆能善解人意，丈夫不对她家暴，平儿也不会来到这里被满贵占了便宜。满贵自从媳妇被水秀气走很久，没尝到女人的滋味。正在干活的他，没想到桃花运会将在他的身上。平儿蒙头转向，来到了满贵家中，并且要主动留下来。大哥，我就在你家堂屋坐一夜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光棍几年，如今来个女人，让满贵左右为难。女人的要求让满贵心里直痒痒，他把孩子支走，想着用什么办法能正大光明的将女人收下。先是稳住将女人留在家中。平儿来到房间十分谨慎，她不怕在这里失身，怕的是满贵打她钱财的主意。在她出逃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几年时间，丈夫在婆婆的怂恿下，好久没有和她同房，如狼似虎的年龄让她寂寞难耐，反倒期盼着满贵能进屋和她做点什么。平儿的心思何尝不是满贵的想法？自打把女人留下，满贵就想办法怎么能正大光明的躲进平儿的屋。如果此刻知道平儿的想法，满贵也不用在这里绞尽脑汁。再一个让他顾虑的是，媳妇之所以会走，也是他晚上不阴人，在水秀的掺和下才跟老光棍跑的。如今害怕女人同意自己力不从心，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，最后狠下了心。没想到一晚上的折腾，把平儿弄得大病一场。第二天，为了滋补女人，满贵早早起床做饭，为了让人说他是正人君子，让儿子叫平儿起来吃饭。没成想，昨晚憋了几年的满贵看到城里女人兴奋成这样，将平儿弄得发起了高烧。就在满贵要上来安慰的时候，外面的敲门声好悬毁了满贵的名声。村长，村长，来了来了。原来是村里的老师黎修来跟他告别。满贵怕家里藏着女人被人发现，穿衣服要送客人离开，没想到苏老师反倒坐下和他唠起了家常。这一下可把满贵吓得一身冷汗。好在满贵见过世面，只是几句话就将苏老师送走了。回到家，满贵的难题出现了，他后悔自己昨晚的冲动，女人竟然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你能不能让我再留一晚？我付你钱。满贵有口难言，他在乎的是名誉，不是钱。昨晚想着办法留下女人，现在变成了闹心事。就在他想着什么办法能把女人送走的时候，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村长在家养女人的事被和他有染的寡妇堵在了屋里。平儿看着水秀一脸的横肉，主动提出离开。没想他棘手的问题被水秀一下解决，满贵松了一口气，也乐坏了水秀。平儿离开满贵家没走多远，满满就跟了上来。得知平儿要去县城，满满要跟着他进城找妈妈。满满的举动让平儿成了水秀的绊脚石。带我去行不行？我要去找我妈，我妈叫凤妹子，她在县城。满满，我要送你回家。我爸会打死我的，我要去找我妈。平儿得知满满的身世可怜，动摇了送他回家的想法。殊不知他的决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自从苏老师走后，满贵发了愁，喝起了闷酒。天黑了才发现满满竟然没回家。村会计这时候慌张的跑来，他的话将喝醉的满贵酒吓醒了一半。满寨子里我都找遍了，满满不在，那个女人一走，满满就出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女人八成是从县里来的，是不是？村长，那个女人别是人贩子啊！媳妇跑了，满满就是满贵的命根子。得知儿子被人贩子拐跑了，拎起猎枪就冲了出去，召集所有村民四处寻找。此刻在山洞休息的平儿听到了声音，就在他要带满满出去的时候，满满却说什么都不同意。两人犹豫的时候，村民发现了他们，将平儿当成了人贩子捆了起来。看着平儿被打得浑身是伤，满满说出了实情。爸爸，是我要跟他走的，是我。我要去县城找我妈。满贵的知真相，知道误会了平儿。这时候的平儿已经被打得不能走路，满贵只好把平儿接回家中。没想到平儿在这里病情加重，满贵怕出人命，要带她进城看病。这下可吓坏了平儿。原来平儿另有隐情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弱女子竟然是杀人犯。平儿死活不去，没有办法，满贵找来寡妇，用村里的土方法给平儿治疗。接下来满贵的举动伤了水秀的心，满贵竟然把家里的母鸡杀了给平儿熬汤。水秀感到了危险，
为了能将平儿赶走，打起了歪主意，在村里到处宣传满贵家里养的女人。没想到这些流言蜚语没能赶走平儿，反倒让两人增进了感情。好蠢的，那城里女人还能对他好，只怕连个味道都闻不上，还要管他吃住。村长啊，真是好蠢嘞！满贵带着儿子回家，发现了家里有很大变化。自从平儿住进来，家里多了女人的味道，变得整洁。每次回家都有热乎饭菜。满贵在心里认可了平儿，三人仿佛就是一家三口一样，有说有笑。吃完饭，平儿的举动更加的感动了满贵。跟着吧，你煮的饭又洗衣服，累着了，我来。原先都是我妈洗衣煮饭，她还洗碗。满满的话让两人有些尴尬。自从学校没了老师，孩子们就像野孩子一样，整天不是疯闹就是打架，愁坏了满贵。平儿得知满贵的难处，主动提出来在这里教孩子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满贵高兴坏了，这样平儿就不会离开，每晚被窝也不再冰冷。平儿在满贵身上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为了能留在这里，也是煞费苦心。他不但每晚陪着满贵，还解决了满贵村里的困难。管吃管住就行，不用分钱。平儿有了安身之处，孩子们也都上了课。这下水秀慌了神，到嘴的鸭子竟然飞了。为了能把满贵从平儿身边夺回来，动起了坏心思。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把他吓个半死。这天，平儿发现水秀的孩子没来上学，放学后去水秀家了解情况，在这里让水秀发现了他的秘密。叶老师，怕是怀了毛毛吧？他是没看兄弟，我们家那边不是那么看的，不太习惯。平儿的理由哪能唬弄过寡妇？水秀不知道和多少男人睡过觉，经验比平儿不知丰富多少倍，对于他的说辞显得漏洞百出。这下水秀抓到把柄，开始到处宣扬，说平儿偷汉子，不知道廉耻，当着村民的面开始对平儿冷嘲热讽。你碰到叶老师肚子里的毛毛，我打死你！笑什么？你们的婆娘就不生毛毛了？嘿，人家叶老师未必就不能怀个毛毛了，人家叶老师未必就不是女人了。笑啊，叶老师，他们还笑呢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平儿听了这话，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和满贵住在一起。现在怀孕了，大家不用想也知道是谁的种。水秀羞辱平儿的同时，也间接的把满贵的名声搞臭了。既然已经这样，满贵也不再隐瞒，当着水秀的面默认了一切，还将看热闹的村民赶走了。都散开，散开！水秀没想到会弄巧成拙，本来有理的事被他弄得一身骚，不但没拆散两人，还让满贵在平儿心中留下了感激。平儿内心感谢满贵替他解围，对他的看法不再是利益交换，心里发生了变化。俩人的事公布于众，不再隐瞒。满贵宰了家里的老母鸡，为平儿煮汤。这时候平儿却打起来离开的想法，他被满贵的朴实感动，不想因为作风问题耽误他的仕途。满贵如今抛开一切，在他的眼中，平儿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满贵朴实的挽留，加上满满对他的不赦，让久经风霜的平儿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。此刻平儿的心属于了这座大山和满贵，决定留在这里，再也不离开。得知平儿喜欢吃酸的，满贵亲手制作泡菜，晚上平儿辅导满贵坐在旁边陪伴。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幸福下去，没想到平儿的身份很快被揭穿，村会计进城办事，在这里意外发生了杀人嫌疑犯。哦，是个女的。平儿的照片让会计大吃一惊，也明白了平儿为什么放弃城里优越的环境，住在大山里，受苦也不走。会计急忙赶回村里，满贵看到眼前的通缉令大吃一惊，没想到每晚陪他住的竟然是杀人犯。两人来到寡妇家商量对策，水秀的指事情真相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如今终于能让满贵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。满贵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，如今平儿有了孩子，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两人也有了感情，让他们分开还是有些不舍。再难的事也得面对。满贵最后做的决定，回到家将平儿叫到一边，告诉了平儿。平儿也不再隐瞒，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他赌，他挣的钱不干净，我管不了他，我不跟他同房。我本来想跟他打离婚，可是我害怕，我怕穷，我不知道离开他该怎么生活。那天他回来了，他又开始打我，我就推了他一下。我当时真是被气疯了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劲儿，他的头撞在冰箱上，就再没醒过来。平儿的苦只有经历过的女人能体会得到。满贵很同情平儿的遭遇，但法律是无私的，他鼓励平儿去自首。平儿收拾好行李，将当初带来的钱交给满贵，他把满贵当成了亲人，让他用这笔钱找个好老师，让孩子们读书。临走开始嘱咐满贵，
让他接受水秀。如今的满贵心里只有他，那还肯接受别的女人向平儿做成承诺？我只想让你肚子里的毛毛生下来，我也。满贵让他好好改造，孩子生出来一家4口，等他回来，满贵将他亲手送进里监狱，又亲自接他出来。经过调查，平儿属于正当防卫，他又回到了学校。影片名叫《有你的冬天不冷》，由巨雪、赵军、郑卫丽主演。喜欢的朋友请观看原片。